我们先来看一下阿妹的图。好，阿妹是显示生产者。嗨嗨，大家这周过得好吗？这是新的系列，我称之为名人人类图系列。其实我最近已经开始在做那种1分钟看名人人类图的那种 short 短片，但是在看的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有些人的图真的蛮有意思的，值得我们再稍稍深入一点来讲，当然也不会花很长的时间再多一点点。比1分钟的，1分钟我真的录得很辛苦，就是要讲超快的，有很多想讲的，可是不可能在1分钟讲完嘛。那我们就来稍稍花一点时间来解读一些名人的人类图。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名人他们为什么成功，或者是为什么他们有这些奇妙的经历，可能我们可以从图里面找到一些原因会采取这样子的画面跟这样的方式，就有点像伪直播的方式，是因为人类图小学堂就是每次一个小知识，我会比较这样面对镜头，这样比较正式的感觉。那解读人类图就像我平常在解读一样，我平常在解读也是像这样子线上，然后我会觉得比较像可以轻松的娓娓道来，慢慢的讲解的感觉，所以就是采取不同的风格，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风格，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好，我们今天第1集呢要讲的是我选的是我们的华语乐坛的天后阿妹。前不久才刚做了她的1分钟人类图那时候就是因为那一集看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再来多多的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阿妹的图。好，阿妹是显示生产者要先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办法知道名人他们确切的出生的时间就是几点几分，所以我们所有名人系列我们取的都是12点，所以有可能这不是他们真正的人类图，但是我们就是以12点中午12点这个时间去做出来的图然后就做个参考嘛好，这是阿妹用她的在网络上查到了她的生日跟中午12点所查出来的人类图呢，她是个显示生产者，然后呢46人1分人，那剑骨型权威，然后她是轮回交叉式人面狮身3。好，我们现在来看显示生产者这一块，那个喉咙中心的部分，其实它真正打通的通道就是只有16、48这一条通道，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条通道，叫做大师的通道，或是也有人会说是才华的通道。然后所以有这一条通道的人，他们真的就天生就有过人的才华。通常这方面的才华可能是通常是需要不断练习，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很高超的技能。但是如果再有通道整条打开的话，就是表示说它不是空有技能而已，它也有品味、有深度它的审美观、它的那个品味都是很好的，所以才能够称为是才华，而不是只是技能或技巧而已那因为是红色的通道，所以很可能他本来并没有这么觉得自己，比如说我想我们现在以结果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那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歌声嘛，他的歌唱技巧嘛。有可能在他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他并还没有意识到原来我这么会唱歌，或是说原来我的歌声这么可以感动人我的歌声这么有渲染力。他可能只是觉得我还挺会唱的，但是会唱歌的没什么尤其可能我们又会有一个印象，可能就觉得说好像原住民都很多很会唱歌的或许他以前并不觉得自己是我好像还蛮会唱，但不觉得自己有多特别。因为红色的通道红色表示这是我天生的设计，可是我的灵魂、我的意识
并没有不见得有意识到我有这样子的特质，所以他天生就有这样的才华大师等级的才华，可是他并不见得自己有意识到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显示生产者，但是他的喉咙中心唯一打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通往直觉，就刚刚讲这条大师的通道嘛。所以显示生产者喉咙中心的意义就是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声，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发挥他的影响力，去表达他所要表达的，不论是他的价值观或者是他有一些想要达成的目标，他用什么方式去影响别人。那他唯一通的这一条就是大师，就表示是以他的才华以他的歌声去向世界发声，他影响大家最被他感动的就是他的歌声嘛。然后呢，比较有趣就是这一条通到了直觉中心之后，再连到那个剑骨，因为剑骨才是有能量的嘛，所以那是什么能量支持他向世界发声，去表达，去用他的影响力去持续的去影响别人呢？是57到34这一条通道。57的这个闸门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力量的闸门，34呢这个闸门也是，这个闸门就叫力量闸门。所以57到34这一条通道呢，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会用一种很原始的非常有爆发力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阿妹她的表现她的表演，她的演出的风格都是让你觉得浑然天成，散发着一点点野性，那种野性就是他的魅力所在。他不是只是可以唱温柔的有些人就是小清新有些歌手他的魅力是在于他就是那种温温柔柔的，然后可能他就是创作非常的清新。可是阿妹就不是这种路线，他就是要走狂野、原始、爆发。所以这就是他持续影响世界、持续向世界发声的方式。我还有比较在意的一点就是他有好几个能量中心都是空白的。那有几个能量中心是空白的，对我们来看人类图会觉得说是比较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受苦的，就是意志力中心、情绪中心跟根部中心尤其他的意志力中心是完全空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没任何一个闸门打开那意志力中心空白就已经很苦了，它又是全空白。怎么说意志力中心空白很苦呢？意志力中心代表自我价值，所以它是空白的嘛，所以它找不到我要做什么才能肯定自己，他会不断的，甚至因为是全空白的，所以他是会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想要证明自己的道路。他看到别人这样，他就觉得别人这样他看起来就好像很棒，那我也要这样，所以他会一直想要做些什么，然后才能去肯定自己。我刚好特别提到无止境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做一些事情肯定自己这是正常的嘛，但是意志力中心空白的，尤其是全空白的，很容易变成你已经很棒了，你已经做出超多很好的事情，在别人眼中都已经觉得你很好了，可是他还是会觉得我不够好，或者说这真的是我的价值所在吗？他永远停不了这个追逐从别人眼中肯定自己才觉得自己有价值，这个过程非常难停下来。所以意志力中心空白的人真的要学会停止比较，停止从别人的眼中去肯定自己，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啦。因为自我价值这件事情一直就是每一个人一定觉得如果找不到自己的价值，生命就没有意义的感觉啊。智力中心如果是有颜色的人，一般来说会比较容易就是看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然后就会往那个方向前进。然后空白的人就会觉得，为什么有的人就是感觉很自律，很有意志力，他都达成什么事情，就是他会一直在看别人达成的，而忽略自己其实也很不错，会觉得我做这些东西好像不够好，然后一直不断的在追求肯定自我，但又其实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那自己就所以他说会很受苦，因为你没有找到那个平衡，你就会不断的一直觉得自己不好，我想要更好，我希望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呢，根部中心也是空白的嘛，情绪中心也是空白，这两个都比较容易陷入讨好别人希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圆满的。那如果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多做一点，然后让整个状况，不论是气氛或是工作上可能有些危机，那可能本来不是我该做的，但是我为了让整个场面很好，那我就多做一点没关系，就交给我吧，就会多背了一些责任，而且本来可能不是你该负责的责任，所以这是根部中心跟情绪中心空白比较容易陷入一个如果你要讲的比较直接简单一点，就是容易陷入一个讨好型人格的状况所以我看到这三个空白的意志力这三个空白的能量中心的时候，我其实会觉得阿妹可能即使你看她是天后了，可是她可能一路走来是蛮辛苦的，就是即使是已经那么好了，但是可能还是对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是有蛮多比较黑暗比较阴暗，觉得他还是不肯定自己的。好，还有一条也是很辛苦的一条通道是4629这条通道。这条通道其实是一条很棒的通道，尤其在创业来说，有这条通道的人，他的毅力是很强的。那当然我们也看到阿美一定是有过人的毅力才能够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嘛。可是4629他会有一个莫名的坚持，不服输，然后说到做到，重视承诺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说到做到，有的时候或许这件事情已经不该做了，可是他会觉得我当初已经答应了，那我就必须做到。如果你没有运作在一个很正常的状态，然后你走错你的目标的话，这一条通道它跟身体的连接非常的，你看到它没有连接到头脑，它是心，就是那个居中心跟剑骨所以就是完全是在我们这个身体跟身体的连接。如果你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走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你努力错方向，你非常努力错方向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身体会直接跟你抗议，直接用这个方式来提醒你现在的方式不对，你现在的目标不对，你现在的人生方向错了，可能你就会生病，而且是生蛮严重的病，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时候他等于身体在逼你修正，你现在的方式是错的，你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们都要撑不住了，因为我知道你会硬盯，可是我们这样是不对的。然后身体会用这个方式告诉你，所以是有这条通道的人，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条通道。然后呢，我自己想一想，也的确，会自己不知道，自己就会觉得我就是要达到那个目标。然后我既然想到我要做到，而且比如说我自己曾经在创业的时候，也觉得我也是背负了不是很多，但也背负了一些人的生计在身上，所以我一定要撑下去。什么？结果我就莫名的就是内分泌失调，然后不断变超胖，像吹气球一样。然后我自己还没发现呢，还是别人告诉我说，你是不是该去检查一下身体？然后后来我才想想。好像那种我觉得我必须撑下去我觉得我要达成的目标就必须要做到的这件事情，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我又会觉得这件事情又没有错，这样的坚持是正确的是有毅力的创业的人这不是应该的吗？会觉得这是正确的道路，可是我的身体那个时候就跟我抗议了。我自己也是有这条通道，所以我自己感同身受。如果你也有这条通道的话，也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在跟你抗议，你现在坚持的方向是否正确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阿妹是4-6人，人生角色是4-6人哦。那4-6人呢，其实就是4就是他的意识啊，他自己认定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自己会觉得社交，然后跟大家处得很好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相信我猜啦，因为我也不是他的工作伙伴，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应该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然后面面俱到，然后不太会有冲突的人，然后因为4就是对他来说人脉，然后圆滑，避免冲突，对他来说是他很重要的价值观。然后但他的身体呢是展现6呢，以阿妹现在的年纪也差不多应该是要呈现6了，所以他现在可以做一些比较是指标性的表演。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所谓指标性，就是6其实就是人生典范嘛。可以做一些他个人觉得有艺术性的，然后值得后辈去参考的，提携后进啊，做一些，我觉得他像他的表演是一个示范。比如说我举例，或许他会觉得说我可以加入一些本来可能流行乐坛不会有的，可是我加进来，让大家看到这也很棒。然后大家就说哦，原来也可以这么做。6有点类似，我们如果要把它用关键字来解释的话，6有点类似导师mentor， 然后那个智者。所以他现在到了他现在这个年纪，他就已经因为6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是3，还不到6，所以他必须去做很多尝试，去做很多冲撞，他才能够累积到现在呢。差不多50-60岁以后，6的人就会呈现6的特质，他就会开始出现。我已经有很多经验，我可以分享，我可以提携后进，我可以做一些示范型的演出。好，那今天呢，大概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只是因为我不可能把它做成一个很冗长的一个人类图的那个影片嘛，所以我们可以从名人的人类图来看看跟自己有没有雷同的，或是自己没有的话，那我身边有没有伙伴，有没有可以一起补足的，这些也都是可以拿来参考的。我们当然是要参考成功的人的经验，成功的人作为范例嘛。好，那今天的名人人类图，今天是讲阿妹，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